她是最幸福的和亲公主，在丈夫死后选择留守他乡30年，父亲却惨遭流放而死。在中国古代和亲的公主中，没有一个公主拥有幸福的人生。文成公主似乎是一个例外，她身份高贵，虽然不是唐太宗的亲生女儿，但也是皇族宗室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江夏王和王妃只有文成公主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对她疼爱有加。文成公主的少女时代是无忧无虑的，如果她没有嫁给松赞干布，她的人生应该会一直幸福顺遂下去。但上天似乎注定了文成公主非凡的人生，而当她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不知道她会怎么回想自己悲喜参半的人生。什么时候不嫁公主，天下也太平就好了。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文成公主的故事。唐贞观8年，唐太宗与松赞干布互相派使者进行友好往来。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遭拒，也许一开始唐太宗并没有将地处偏远、实力弱小的吐蕃放在眼里，也许真的是吐谷浑从中作梗，有意要破坏大唐和吐蕃的关系。总之，对于松赞干布的求婚，唐太宗不仅一口回绝了，而且再次求婚又被唐太宗拒绝了。到了贞观12年，松赞干布出兵击败了吐谷浑和周边的小国。虽然松赞干布知道吐蕃绝对不是大唐的对手，但是他要通过武力行动，让大唐看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友。如果大唐不愿意派公主与自己和亲，至少还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松赞干布手下的将士也算是能征善战了，他们一直打到今天四川松潘一带，并扬言如果不允许和亲，就要大举进犯大唐。之后，唐太宗派名将牛进达率兵战败吐蕃的先锋部队。这一战虽然让松赞干布见识了大唐的军事实力，也让他甘心退出已经被自己占领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羌等国的属地，但是松赞干布向唐朝求亲的心思并没有因此减退。这一次，松赞干布对求亲之事表现得十分虔诚，他派陆东赞携黄金5000两及其他贵重珍宝来正式向大唐下聘礼。唐太宗看到松赞干布的诚意，就决定选择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亲。据说陆东赞为了完成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使命，经历了6次考验，最终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唐太宗的欣赏，终于同意与松赞干布和亲。文成公主的和亲与前代和后代公主们被动的和亲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文成公主是下嫁松赞干布的，而且她的出嫁带有更明确的目标，确实是要让大唐和吐蕃永世结盟的。而前代和后代那些被迫和亲的公主，多半是在我们国力不够强大时被嫁过去，屈辱求和的。这样看来，文成公主的命运似乎要比那些公主们的命运好得多。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而且西藏气候特殊，文成公主入藏的过程十分曲折，只是在路上就走了2年的时光。有感于大唐千里送亲的诚意，松赞干布也亲自到渤海迎亲，并与下江王李道宗行了翁婿之礼。文成公主性格乐观，博学多才，入藏后为藏民带去了大唐先进的纺织技术，并协助松赞干布重新修订了历法。文成公主入藏以前，吐蕃人民还处于半原始状态。文成公主协助松赞干布完善了吐蕃的政治制度，将大唐先进的文化也带入了吐蕃。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派年轻有为的藏族青年到大唐学习《诗经》和《尚书》。此外，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之后，大唐和吐蕃的经济来往也比之前更加密切。在大唐文化的影响下，一部分开明的吐蕃贵族在衣着和生活习惯上都在向大唐学习。由于文成公主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她得到了藏民们的真诚爱戴，藏族的百姓们称她为绿度母。绿度母菩萨是藏传佛教21度母之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文成公主本就笃信佛教，又很亲民，所以在百姓中树立了高大的形象。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感情深厚，甚至专门为她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的修建也是吐蕃发展壮大、越来越强盛的标志。
虽然在一些野史中记载了松赞干布在娶文成公主之前已经有了2个身份高贵的王妃，文成公主以大唐公主之尊而屈居为松赞干布的妾室，实在有伤大国体面。但是根据正史中的记载来看，文成公主虽然不是松赞干布的原配王后，但是其地位之尊崇丝毫也不亚于王后，而且一个人身份的贵重也是取决于自身的行为是否值得让人尊重的。以文成公主的才干和对吐蕃的贡献来说，她的崇高地位都是自己赢得的。即便松赞干布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已经有了王后和传说中的赤尊公主，他对文成公主的感情和敬重也不在前2位妻子之下。总之，在松赞干布在世时，文成公主的生活应该还是比较幸福的。松赞干布是吐蕃历史上的英雄，他与文成公主之间就算没有十分浓烈的爱情，应该也有很多互相欣赏的地方。如果不是松赞干布的英年早逝，文成公主的一生应该还算圆满。松赞干布比文成公主大8岁，却在不到40岁的时候英年早逝。他与文成公主的婚姻生活只持续了9年。文成公主26岁时，松赞干布去世。之后30年，文成公主本来是有机会再回到大唐的，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使命，也许还是因为她和松赞干布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值得铭记。总之，一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让她甘心放弃回到长安的机会，在藏地过着孤独的生活。在松赞干布去世的前1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因病去世，唐高宗李自成为新任皇帝。在他继位后，唐朝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李道宗本来以皇族宗室之尊，又多有建树，在朝廷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朝廷对于李道宗这样的老臣，本来也是多有照拂的。但是李道宗晚年不幸卷入房遗爱谋反案，全家被流放到广西象州，最后竟然死在流放的路途中。之后虽然恢复了官爵，并且以礼改葬，但父亲被流放并且死于途中的残酷现实，也许给文成公主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也许文成公主觉得，与其回到大唐面对纷乱的政局和懦弱的唐高宗李治，还不如留在吐蕃，与那些虽然行为不够文明，但是却心思单纯的藏地百姓为伴。一些人觉得，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在吐蕃既没有留下亲骨肉，继位的赞普与文成公主也没有血缘关系。文成公主的晚年应该是非常凄凉，甚至是很悲苦的。其实这样想的人们都低估了文成公主。有一种女子既能够享受上天给她的幸福生活，当生活对她不够慈悲的时候，她也有能力过得不算很差。松赞干布只有1个儿子，但这个儿子比松赞干布去世的更早。继位的新一代赞普是松赞干布的孙子。由于新任赞普年龄太小，吐蕃国事处理的权力落在了禄东赞的手里。禄东赞继续执行松赞干布时期的国策，同时也继承了松赞干布向外扩张的政策。后来吐蕃彻底灭亡了吐谷浑，本来是可能对唐朝的边境形成一定威胁的，但是禄东赞深知吐蕃和大唐开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他及时的适可而止，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对吐谷浑旧部的安抚工作上，避免了与大唐的冲突。禄东赞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和唐军交手，但是他出兵吐谷浑时，曾经派出使者，希望唐朝在吐蕃和吐谷浑之间保持中立，至少不要干预吐蕃的对外扩张。唐高宗李治时期，唐朝的国力依旧很强盛。为了长远考虑，也因为从内心来说，唐高宗其实更支持吐谷浑，所以就命令唐军发兵侵海。其实禄东赞兼并吐谷浑，已经是在为吐蕃向大唐进军做准备了。禄东赞的继任者对唐朝用兵，对唐高宗也积极完成唐太宗的遗志，但是在对吐蕃用兵的决策上，唐高宗错失了联合吐谷浑打击吐蕃的好时机。当吐谷浑使者多次向唐朝告急时，唐高宗并没有及时派兵援助。虽然战争期间唐朝也派兵战败了吐蕃，但是并没有有效制止吐谷浑的灭亡。而后吐蕃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由于唐高宗的实战经验严重不足，而且从吐蕃传来的消息又真假难辨，导致唐朝后来对吐蕃实际情况的了解十分滞后，在对吐蕃用兵时遭遇了惨败，丢失了国土。
而在对唐朝用兵期间，吐蕃实际上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动乱。唐朝不但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情况收回吐谷浑的领土，而且任凭吐蕃继续发展壮大。此时还在吐蕃的文成公主虽然多次向新任赞普上书请求双方休战，但是并没有达成心愿。公元676年，吐蕃爆发了大规模的天花。680年，文成公主因为得了天花去世。这时大唐和吐蕃正处于敌对状态。在文成公主病逝前，唐朝使者多次要求面见文成公主，都被吐蕃方面严词拒绝。直到文成公主去世后，唐高宗派去的使者才被允许参加文成公主的葬礼。由于唐高宗对吐蕃外交以及用兵方面的失误，让唐朝受到了损失，也因为吐蕃对外扩张的国策在陆东赞死后一直被贯彻下来，所以大唐和吐蕃之间再也不可能有和平了。可以说是唐高宗和松赞干布之后，吐蕃的实际掌权者们一起把文成公主开创的大好局面给葬送了。文成公主去世前应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大唐和吐蕃都在积极向外扩张，他们之间必然会有战争。唐高宗时代对吐蕃用兵的2次惨败，要到武则天时代才能扭转。而这位铁腕女皇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也要总结一次失败的教训，才能换来与吐蕃之间并不容易维持的和平局面。文成公主入葬的佳话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会永远铭记她为汉藏和平做出的贡献，也会由衷钦佩她非凡的胆识与智慧。但是历史总是交织着和平与争端的，也许正是后来的战乱才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一段和平亲善的岁月。本文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哦，原创不易，还请谅解。